那么下面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演讲，演讲嘉宾是周鹤阳，是开源软件和硬件的开发者，从2017年开始使用 Rust， 兴趣领域是编译、操作系统、虚拟机技术和硬件微架构，是 Wasserman 的团队主要开发者之一。那么他今天呢，将结合主流的引擎现状以及自身的项目经历，深度解析 JIT 技术，介绍用 Rust 语言实现 JIT 引擎的实践。好，大家欢迎周鹤阳。大家好，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这是我的 GitHub ID， 然后我是南航的2018级本科生。我的兴趣领域主要是些 low level 的一些技术，包括编译、操作系统、虚拟机和硬件微架构。我是从2017年开始使用 Rust 的。大家如果之前认识我的话，可能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是 Wasserman 的一个主要开发者，我给他写了一个编译器后端和 runtime 的一些机制。我后面也会做简要的介绍。但是我这次还是以个人身份来做演讲。其一是因为我希望更加全面的去覆盖到 JIT 技术的这种方面，其二呢，也是因为我自我认知里在技术方面，我更希望我自己是一个个人开发者，而不和特定的商业项目挂钩。这是我以前做过的主要的一些开源项目，包括Wasmer，就是大家都知道，应该都知道是一个 WebAssembly 的一个高性能 JIT 引擎，然后。有 Kernel Wasm 是 在 Linux 内核里面跑的一个基于软件错误隔离的 Wasm 运行环境，然后 Violet 是我用函数式就是一个类 Haskell 的方言去写的一个 RISC-V 的超微量核，大概能达到 Cortex A9 的性能水平。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分布式领域的东西，比如一个去中心化的 Mesh 路由和一个我之前参加一个商业项目是一个区块链项目，是一个基于 DAT 的分布式账本引擎。然后也有很多的玩具项目呀，比如说 FlatMK 是我之前用 Rust 写一个玩具微内核，是参考 SL4 的设计上写的，但是也就是玩具级别，因为没有验证。我今天打算讲20到25分钟，然后留5分钟出来给大家提问。因为我不确定我讲的内容是否可以完整并且准确的覆盖到 JIT 技术的每一点。谢谢。让我们进入正题。JIT 技术的全名叫做 Just-in-Time Compilation， 就是即时编译，就是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去动态的去生成代码，然后执行它。JIT 主要的运用场合是各种语言的虚拟机，但是也有在其他的场合当中也有一些使用到类似 JIT 技术的一些机制，比如动态链接器，它就会在运行之前去动态重写程序对它进行链接。同时 Linux 内核当中，比如说 eBPF 和5.10最新引入的 Static Call 机制都使用了类似于 JIT 的机制。那我们就首先以虚拟机为例开始。这些虚拟机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其中至少一些，比如 JVM 是 Java 的虚拟机 ，C52 是 C# 的虚拟机，然后 V8是业界运用最广的 JavaScript 虚拟机，然后包括我做的 Wasmer， 还有 WasmTime 呀，还有 CPython 呀，这种都是这种语言的虚拟机。虚拟机这种东西存在，是因为当我们需要执行的目标代码格式和机器指令格式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某种软件形式去做中间的翻译。这些我们无法去直接静态的去翻译到目标机器指令的特性，里面包括动态特性，比如说 JavaScript 的一些动态约束，还有一些硬件层面难以实现的沙盒特性，比如说 Web3 的内存隔离。也有一些包括不同的指令集，比如说当我们从 RISC-V 去动态编译到 A2764 或者 X8664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去用二进制翻译器去做 JIT 编译。运用技术大概我把它分为这3类。第一类是简单的解释器，比如Wasm I，就是这个解释器它的质量就是我认为是相当高的，因为它对标准的实现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代价是可能没有那么多的 resource 去做优化，所以说它可能没有为了预期速度去做优化。其次是优化的解释器，比如 CPython， 还有Erlang 的解释器是 Beam， 还有 Wasm3 是一个非常非常快的 Wasm 解释器。对解释器优化的一些简单方法，就包括 thread interpretation，就不去讲，因为我今天讲 JIT。
然后也有包括一些对操作对 operation 的预处理，比如说 fusion 操作数聚合和内联缓存。内联缓存 JIT 当中也有用，我后面可以具体讲。然后最后也就是性能最高，同时也最复杂的 approach 就是 JIT 编译。它也就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绝大多数高性能运行时。我们需要 JIT 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程序跑得更快。也就是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要能对代码进行动态的优化，同时我们要能高效的去支持语言规范要求的动态性和安全性要求。最后呢，就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说 static call 和一些动态链接的情况下，我们要能去支持一些运行环境的初始化操作，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的运行时开销会非常大。那么就从动态优化开始讲 JIT 的一个相对于传统静态编译的一个关键点。这里以3个引擎为例，去讲了 JIT 的细节。就是也不是细节，就是讲了 JIT 的动态优化机制。前两者是 JazzCore， 就是苹果的 Safari 的Jazz 引擎，和 V8 就是 Google 的那个在 Chrome 里面用的那个 JavaScript 引擎。然后最后是 Wasmer， 第一个后端是我写的，后面两个是 CraneLift 是 Mozilla， 然后 LVM 就是那个 LVM。然后他们都会实现要么是用户可以选择后端，要么是由运行时自动在不同后端间进行切换的方式，去动态的从低优化级别去切换到高优化级别，并且在执行到未经优化的代码的时候去切回去。这种操作就是我们先通过不断的去 profile 去追踪运行状态，去编译更新的代码，就是编译优化等级更高的代码，但是编译开销会变大。其次我们也会去做 de-optimization， 就是当我们发现优化的代码去做了一些错误的假设时候，我们需要去回滚，这样。然后用来实现这个动态切换技术的主要技术是 OSR on-stack replacement 站上替换。比如这是个例子，当我们的调用站上是这样的形式的时候，然后当 BAZ 这个函数被检测到需要被动态优化到从解释执行到优化到 JIT 等级别1的时候，运行时就会触发 BAZ 这个函数的编译，然后一旦它编译完成，运行时就会重构运行堆栈，也就是运行站，然后把运行站里面所有的正在就是被推到里面的 BAZ 这个记录全部去映射到 JIT 级别1的堆栈结构上去，使它能够直接在原来状态上在 JIT 级别1的机器码上去继续运行。它同样这个技术的代价就是复杂度。比如 Wasmer 我之前就给他写过一个动态切换的引擎，他后来没有，就是我们在推0.1版本的时候，他没有合进，推1.0版本的时候，他没有合进去，因为它太复杂了，我们当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做测试，然后去提供高质量的合并。但是它作为它这个 PR 里面是有当时做的实现是在0点多少版本我记不清了的这些实现，就是它会去动态的把一个 image 去加载进去，然后退出的时候可以把 image 提取出来，就是从运行站去到 OSM 抽象表示，然后再从抽象表示回到另一种优化等级的 OSM 运行站的这个节奏。这是我当时做的一个 benchmark。Single-pass 是我写的编译最快但是运行最慢的一个后端，然后 LVM 是优化等级最高的，显而易见。然后如果我们直接用 LVM 编译的话，我们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在程序执行之前去等，大概对于这个测试程序要等2秒多。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是需要等的，在这个时间内机器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如果说我们引入了动态切换的话，就是蓝线，我们就可以在程序刚启动的时候先用编译快但是执行慢的一些引擎去做执行，然后当优化等级高的编译器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动态的把执行流切换过去。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两者的平衡。但是后面蓝线低于红线是因为当时是做了一些针对一些 bug 做一些 workaround，它不是，就是它其实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一些技术 workaround 导致性能会有降低，这不重要。好，然后第二项动态优化技术是内联缓存 inline caching。我了解的大概是有2种典型的use case， 一种是在一些动态语言当中的 mass lookup， 就是方法查找，比如说 JavaScript，
在这个 document write 里面，这个 write 函数是可以被动态重写的，但是它发生的频率是非常小的。所以说我们在运行的时候，绝大时候我们可以假设它不变，我们就可以直接基于它不变这个假设去编译生成机器码。然后当这个假设不成立的时候回滚。就是本来我需要去找这个 write 方法的话，我需要去在一个哈希表里面去查找这个方法。对哈希表的查找，它对缓存不友好，并且非常慢。所以说我们可以去直接在对这个指令映射一个 slot， 映射一个缓存槽，然后把这个的 write 对应的某些标记和 write 地址去写进去，然后检查到时候运行时的前提条件符不符合，如果不符合的话回滚，如果符合的话就直接继续了，就不用去走哈希表查找这个慢速路径了，它可以加快运行效率。好，然后第二个例子是 RISC-V 的二进制翻译。我这里举的2类指令例子是需要去做 inline caching 的，一种是仿存，就是 load 或者 store to memories。因为仿存的话，如果我们要做全系统模拟，我们是需要在每一次仿存的时候去做内存管理单元查找，就是 TLB lookup。TLB lookup 用软件实现是非常慢的，因为我们要便利4层页表，它太慢了。或者说，即使是在一些比较高层次的模拟上，我们也需要去比如说用一些 B tree 的节奏啊，去查找内存区间，它也很慢。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对每条指令去关联一个缓存槽，然后对这个指令在第一次查表的时候，在每次查表的时候，就把查表的预期的范围，就是虚拟地址的范围和真实物理地址的实际的 base address 基础地址去写到那个槽里面。然后我们以后每次执行到这条指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用这个被缓存的信息直接去取内存就可以了，它可以减少很多开销。同时 JAOR 就是对指令的直接跳转也是同样的。指令它除了 MNU lookup 以外，还多了一项，就是我们要查找它的 JIT 翻译，就是被翻译后的机器码。所以相当于我们要做2层查找，但是一旦有了内联缓存，我们还可以把这个2层查找全部去掉。这是我写的一个 RISC-V 到 A264的JIT 引擎，然后大概能达到，就是我测大概在苹果 M1 上可以达到原生的35%左右效率，它没有优化过，所以在我接受范围内。然后这是它的 load store， 就是仿存指令的快速路径。可以看到我们首先给它分配了目标区域的下界和上界2个槽，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去对目标虚拟地址去检查它在不在这个我们预期的范围内，如果在的话就直接给它加载，就不用回滚到那个解释执行了。如果不在的话，我们就回滚慢速路径，就是 fallback 路径，然后到 Rust 代码里面去再去做特殊的这种查表就是我是用的 B tree 做 B tree 的查表处理。这就是慢速路径，就是当 load store miss 的时候，我们就去针对这个地址去重新查表，检查访问权限，然后检查所有的信息，如果可以的话就把它写到槽里去，下一次就可以快速执行了。好，然后下个主要方面是内存安全。我们知道比如说 Rust 它作为一个高级语言，并且是作为一个以安全性著称的语言，它是保证safe 代码内存安全的。但是 bytecode format 它是任意的，并且它可能是不可信的，并且它的表示能力也相当弱，不足以去编码一些特殊的类型要求，使它能够达到内存安全。所以说我们就需要在运行的时候，通过动态的机制去确保内存安全。我就以空指针和访问越界2个为例，去简单去说一下，大概 JIT 里面会怎样去确保内存安全。比如说我们 Java 里面，或者甚至 Go 啊，或者很多语言 Java 里面、C# 里面，所有的有空指针的语言里面，它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一个引用是空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对它进行引用并且成功。所以说我们应该去检查它是不是空指针，如果它是的话，就应该去异常，而不是直接引用。一个很容易想到的方法就是 if 它等于 null 就 throw exception， 是在每个访问之前去显示的去检查，这可以，但是这很慢，就因为我们在对于每条指令，我们都要给它前面都要加，比如说对于这个仿存指令，我们就要前面给它加2个指令，而且其中一个还是分支指令，这对 CPU 的这个分支预测，然后还有包括前端带宽分支预测
和 ALU 带宽应该都是消耗比较大的，它会很大的程度上影响性能。所以说，我们应该去尝试一些没有那么 trivial、没有那么频繁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如果我们可以直接去利用硬件的 trap 机制，去当它访问充值帧的时候，直接 trap 到一个seed scgv， 在 Unix 上面是 seed scgv， 在 Windows 上是有其他形式的异常的，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让硬件去检查我们的指针有效性，然后 trap 进去。同样，对于 WebAssembly 的这个线性内存访问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我们对于 WebAssembly， 比如说一般主流一些，包括 Westmer 和 Westmertime 的处理方法，就是直接给它分配6GB 的虚拟地址空间，然后但是只对里面的有 WebAssembly 分配的区域去做映射。所以说，一旦它访问到了这个被映射区域以外的区域，就会直接抛异常，然后被 scgv 的处理器去抓到，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处理了。这样是以 mass 路径的时间增加为代价，去换取快速路径上的零开销。比如说，这是我从 Westmer 里面截的一段代码，这就是用 Unix 信号去处理同步异常的一个例子嘛。就是我们会调用一些 low-level 的 system API 去绑定、去关联这些异常信号到我们的处理器上，然后处理器会给它分发，然后进异常处理路径。具体就不细讲了这个问题上。然后我们讲一下 Linux 内核里面用到 GIT 或者类 GIT 方法的一些技术，比如 eBPF 就是扩展的 BPF，它是一种用户代码去安全的介入内核的机制。然后它有 Interpreter 和 GIT 两种实现方式，在大多数主流架构上都有GIT 实现。另外一种是 Linux 5.10，就是本月发布的 Linux 内核新版本当中引入的 Static Crawl 机制。它会就是在Static Crawl 之前呢，一般来说我们为了缓解 Spectre 系列漏洞，特别是 Spectre V2 的话，我们会采用 Redpoline 机制去做缓解。它的目的就是使所有间接调用不经过 BTB， 不经过分支目标缓存，这样的话就是保证了这样的攻击无法生效。它这里就阻止了对 BTB 的直接访问，而强制让它用 RES 去预测。但是呢，在 Linux 内核当中，我们发现很多的 code pattern， 它长期以来它的间接调动目标是一定的，比如说像虚表这类情况。当然 Linux 内核当中会有 C 语言的接入去实现虚表，它的很多间接调用目标是恒定的，所以说我们会把它转换成2次直接调用，而第2次直接调用代码是我们 GIT 重写的，像这样。这样的话，我们不仅消除了 Spectre V2 的可能性，而且也意料之中或者意料之外的减少了间接调用的开销，因为它被变成了2次直接调用。好，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在我的项目当中，我是否应该使用 GIT？这里是我做的，是基于 Westman 3作者做的数据去做的一个这个 Westman 引擎的对比。可以看到 Westman 3它虽然是一个解释器，但是它的性能只比我们性能最好的 Westman 的 GIT 实现，我们的 LVM 实现慢了大概10倍左右。这对于 GIT 对于解释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性能表现。但是它虽然执行速度只慢10倍，但是它的工程复杂度是比它低了很多量级。就是说它工程复杂度低，就相当于它出现 bug 的几率低，就相当于我们的系统更加安全。当然是统计学意义上。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对于安全性要求很高的话，还是谨慎并且不确定自己的团队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去维护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 GIT 编译器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谨慎。比如说，这就是在今年内，Linux 内核的 eBPF GIT 当中被发现的2个 critical bug， 都是本地地区漏洞。你看，即使在 Linux 内核这么多人在看的，并且是 eBPF 这么小的一个语言上写 GIT 都能有这么严重的漏洞，一年当中2个。这就正说明就是 GIT 的工程复杂度非常高，大家用之前应该确定自己的团队有这个能力去维护它。好，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用 Rust 语言去实现 GIT 的一些我的体验。其一是过程红，就是 Rust 有过程红，所以说这导致我们有很好的 crate 去处理汇编，比如说 Dynasm 这 crate 去处理汇编。所以说用它写一些非常 low level 的 GIT 的体验是非常好的。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 Rust 的
安全性保证只限于它本身级别。就是说，如果用它作为原语言去实现一个目标语言的话，如果用它作为一个原语言去实现一个目标语言的编译的话，其实它的安全性保证是不能后有的。这其实我没有，这其实我不是说 Rust 语言这做的不好，是因为这确实我们想不到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所以说，就是意识到它的limitation 嘛，意识到它的局限性，然后去充分的利用它的优点。我觉得 Rust 里面相对于 C 或者 Java 来说，实现 JIT 还是比较有优势的。然后我要讲的主要内容大概是这些，大家有什么问题吗？问。这个首先就是我做着 benchmark， 用 HashMap 的话，大概会慢大概50%左右，因为 HashMap 主要的一个问题是缓存不友好，对，会相对友好一点。这个问题啊，对这个的话，它如果我认为如果是只是一个判断，然后你那搞成一个 trip 的话，它搞成一言中断的话，是不是性能更差了？你是说就是这个和下面的 approach 对比？对比对这个。对，我们注意到 trap 它是只有在就是一般来说你可以类比为 Rust 里面 Panit 了，因为数组越界了。就是如果或者说你在 unwrap 一个值为 none 的一个 option， 就是说这个 case 只有在一些非常比如说0.001%的你程序写的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才会发生。在一切的快速路径下，它这条指令都会被直接过去，都不会进 trap 路径。那如果 A 内存跟 B 内存两块是邻近的话，如果 A 内存比如说 B 内存已经映射过了 A 内存，然后越界访问到 B 了，那你这个检查就失效了。是检测是因为因为我每个它的 mapping 它的内联缓存里面它有一个下界和上界的保存。然后如果说我的目标访问范围的起始或者终止在这个范围之外，它都会 throw 掉，因为我会既比上界又比下界。那你不是还是需要比较的吗？比较，但是它只会访问经过一层 redirection 去访问一层的数据。它对于缓存是友好的，并且执行开销比较低，查表的开销太大了。大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可以再补充一些，有问题的话就问。抱歉，没有，学校太菜了。好，加油！希望有更多朋友参与到您的项目里来。好，请问时间多少？如果不够的话，我可以就是如果没有到时间的话，我想再补充一些。5分。还有。那个你做那个项目那个 Wasm 它是如何接容那个x86和 ARM 这个指令？我们的编译器后端它是因为我们用了一个 CleanLift， 它是支持 ARM 的，然后 LVM 也是支持 ARM 的，SinglePass 以前也是支持 ARM 的，但是1.0不支持的，因为维护开销太大了，我们团队比较小，维护不起这么大的编译架构。所以说我们有2个后端是支持 ARM 的。明白。就是通过后端的支持。还有问题吗？还有6分钟。还有6分钟啊，那好，那我补充一下，GIT 和硬件的，就是硬件是否可以做一些提升，去提高 GIT 的性能。首先，我们发现就是之前 Wasm 它的一个，它有一些检查要在运行时做，比如说它去做间歇跳转的时候，它需要去查一个表，然后在这个表里面去找到目标地址，然后去跳过去。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在代码里面去做 chat 去做分支。但是说，如果说我们在硬件当中去给一些像PNP 像 RISC-V PNP 这种扩展，就是
就是限定内存范围的这种扩展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去把这个拆销给去掉。这是我想的一个针对一个很特定的 use case 的优化。但是也有的优化我们看到有很多，比如Apple M1的键入 Xbio 机制，可能大家听说过，就是它会通过去硬件上加一个使用 X86 TSO Total Store Order 内存顺序的一个开关去启用 X86 内存顺序，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幅提升它的 X86 模拟效率。然后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ARM 最新版本它也引入了就是支持 JavaScript operations 的这样一系列指令。这就可以导致我们一些常用的 GIT 目标语言可以很快的去被翻译到，就是很快可以执行效率非常高。同时我也听说龙芯2代它指令集好像在做一个不限架构的2进制翻译支持，然后听说效率很高。我其实挺好奇他们具体的技术机制是什么的。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这个 approach 可能会比较通用，所以说我还是比较想知道它的具体的它是怎么去实现针对通用架构的高效2进制翻译的。所以说我觉得在硬件上去优化 GIT 的潜力也是非常大的。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let's chat。据我理解是不需要的。B5 应该它的代码格式是跨平台的，是的。对。对。就是说那个对 Linux 内核的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个虚表象 file operations 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个 GIT 的优化的话，你跟 Linux 内核的话是怎么样一个共存的方法？怎么样去 run 进去？它其实就是它不涉及内核，它相当于是如果说我们要在用户态去实现一个完整的机器模拟器，如果说我们要模拟一个架构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对目标架构的每次仿生去查我们的虚拟机对吗？类似于 VirtualBox 或 QEMU 这样的 JVM 这样的东西，对吧？对，只要不用一键性的话，就得做。不，说错了 ，KVM。对。OK， 明白。好，谢谢。我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好了，还有个问题，那个我了解到那个 RaceWeb 指令集有一个 J 的扩展，是吧？对，就是也是针对这个2进制翻译的这个扩展。你了解它这个，就是它应该还在草案阶段。了解它大概起草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了解它好像是那种我没有具体了解，我也正好是在讲之前大概2个小时正好看到这个东西，然后大概是给地址打标签，然后这种东西具体我不太了解。好，谢谢。好，感谢最后的一个非常压轴的硬核分享。那么今天的议程就到此结束了，明天早上8点，我们再见。